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些有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讯息及供应链相关的知识，接下来的介绍绝对能够启发各位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看法。今天这本书可以让各位了解到各国的一些经济政策，并且有利于各位可以获得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Hello， 大家好，我是 Kyl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个频道专门是为一些不想花太多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人而设计的。那我每个月会分享一本好书。如果喜欢我分享的内容，那请再多多订阅、分享及支持。好，那今天要分享的书籍是《大缺货》。好，那首先呢，为什么我会想讲这本书呢？是因为呢，其实大家对于日常用品的供应链呢，我想都还不是很熟悉。那生活中有这么多日常生活用品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那希望透过这本书呢，能让各位来了解说，日常生活用品和这个世界经济之间呢，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或许你看完这个影片之后呢，会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好，那首先呢，我先来讲一下这本书看完这本书的心得哈。其实看完这本书的心得，我学到的第一个知识是就是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的知识。因为其实这一本书它讲了很多股票啊、债券啊、然后利率啊、通膨等相关的知识。那每天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都发生了非常多事情啊。那不管是经济层面也好，还是生活方面也好，还是交通方面，或甚至说公共议题等从这边呢，从这里面呢，可以学习到说，我们对于每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更需要去了解说它背后的含义跟关系。那本身我自己也是从事物流的工作的业务员。那所以说，其实看完这本书，我对于世界的供应链的思路更加清晰及了解。那并且也会去思考说，接下来客户端的工厂的供应链呢，到底是怎么样？那我要怎么去帮忙这些供应链，让它更顺畅？这我想是我们的任务了。那最后呢，其实作者写完这本书呢，他其实对于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他是抱持了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那我看完以后，其实我是抱持了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在看这个经济的发展。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经济它是有循环的其实每个循环大概是在3到5年左右我觉得是一个都会改变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每一个章节的一些重点好，第一章节呢，其实说明了整个供应链与经济的重要性其实作者在一开始其实他就讲说，经济呢其实就是等于供应链因为其实供应链呢它的影响的广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其实经济它就是等于供应链那讲到供应链我们一定要来讲一下工厂因为工厂其实它每天都在面对了很多挑战跟困难，尤其是说它到底要生产多少，然后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个是他们每天都遇到的一些瓶颈跟困难点。所以说，其实供应链的管理的核心，其实在于说要如何去调配供给跟需求到底要怎么让它可以让它到一致这个是每天工厂在面临的挑战好，那第二章节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破坏供应链到底有什么原因呢？其实破坏供应链的原因有非常的多那我就列举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都一直在追求说供应链的一些效率那并且还要降低成本那其实实际上呢，它是会导致系统崩溃的是因为其实作者在这边有举很多实例他有说。你为了去省下某些的成本或是一些东西，那让另外一边可以比较顺利
那其实这个之间呢，其实都有很多的隐藏性的成本。那所以说，其实这个东西还是会影响供应链。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它隐藏的成本越来越多那其实到最后还是会导致就所谓的系统崩溃那当然，供应链呢，其实也要作者也有说说必须要越简单越好，因为复杂性如果越高其实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把它打开来看，因为一旦打开来看呢，其实你就很难回复到当初的一些状态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瓶红酒里面呢里面包含了很多水果啦、花啊很多香气啦但是当你把它打开来喝了以后呢，你过了1天、2天、3天，甚至1个礼拜，那个味道就不会再回来了也就是说，其实如果越复杂的东西，你一把它打开、拆开来看，那很多东西、很多状态你是没有办法回复到以前的原始的状态了。那当然，在这个第2章呢，其实作者在后面也有讲就是说破坏供应链的还有一个因素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国家领导他只要一个决策下去呢，其实它是可以影响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计所以说这个强度是最大的所以这个也是破坏供应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好，那第3章节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还是短缺为什么到现在你常常去超市买东西，或是到商店去买东西，可能都还是会看到说，已经卖光了为什么呢？我这一章节我会从4个方面来跟大家来做分享第一个角度就是贸易美国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发动了中美贸易战，所以导致说供应链全部大乱也全部有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第2个观点呢，就是说从公共议题来看，大家也都知道2年前的 COVID-19 就是导致很多的船公司或是说航空公司它没有办法就是很自由的移动，所以导致说很多的货品它没有办法进跟出所以变成说它会变成就是世界经济它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运行所以导致最后就发生了一些经济灾难那第3个观点是绿色能源那绿色能源我想大家都一直都有在关注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有所谓的风力和太阳能其实它是可以取代石油跟天然气的。但是我看完这本书，其实我发现其实风力和太阳能呢，它其实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取代石油跟天然气。怎么说呢？因为呢，其实风力发电你一定要很大的风，你才有办法发电。那太阳能呢？太阳能的话，它只能在早上就是说它只有太阳的时候它才有用。所以说，其实在这2个能源里面呢，其实它还没有办法24小时供应。但是呢，石油跟天然气它是可以的，24小时它还是可以供应的好，那第4个观点，我来从地缘政治来跟大家讲一下那最具有代表性，我想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它其实是掌管全欧洲的天然气的供应。打比方说，德国有49% 它是必须要跟俄罗斯来做进口的。那当然，欧盟里面呢，很多国家几乎也都是跟俄罗斯买天然气那这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细节非常的多。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其实他们国家里面呢拥有非常丰富的矿金属天然资源，所以说当2022年呢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呢，其实它就引爆了全球经济的灾难。这也就是说，因为很多矿金属它要给很多产品去用，所以说因为战争发生了，所以变成很多的矿金属或是很多的天然资源，它是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很稳定的输出到全世界，所以导致很多产品也都会没有办法生产。
好，那第4章节呢，我们来讲一下通膨哦。通货膨胀会长期存在吗？其实是会的哦。通货膨胀呢，它其实一直都会存在。那有时候高，有时候低。那如何控制呢？哦，这个其实就是考验人类的智慧了哦。那根据呢美国联储会 Fed 的动作表示哦，其实他们每年都会参考全球的经济的很多的指标，那并且他会说。它会调整利率有时候提升利率，有时候降低利率哦。那当然，如果提升利率的话，它是可以降低通膨哦。那但是它会导致全球的经济衰退哦。那通膨它是会长期存在，但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原因会影响嘛哦。那简单来讲是说，根据美国联储会的 Fed 表示呢，其实他们尽量把每年的通膨的利率会把它控制在2% 左右哦，因为这个2% 呢，它其实是会让全球的经济会处在于比较一个温和的一个位置上面。好，那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通货紧缩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其实简单来讲，通货紧缩就是代表说，钱的价值下降了，下降了。那我直接跟各位讲结论，就是说。钱的价值下降，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美金下降，价值下降了，那黄金呢，它就会上涨。那相反的，美金如果上涨，那黄金就会下降。哦，如果你有在投资的，我想这个部分也可以多了解。好，那另外呢，一般的量化宽松的周期呢，其实大概是15个月左右了啊。它跟紧缩比起来，它时间比较短一点，而且是快比较多哦。那但是呢，这个是紧急的手段哦，那影响非常的大哦。这个是针对通货紧缩的部分哦。好，那总共5个章节，我大致上就分享到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因为其实这本书真的非常的多，真的也是有很多的细节，但是我讲不完。对，那如果说你对于经济方面投资理财，其实这本书你都可以来。很推荐大家来看哦，因为你会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有利于你去做投资或是一些东西哦。好，那如果说喜欢我的影片呢，那再麻烦请帮我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次见哦。